我们有时候在骑车有没有？最怕的不是别人的犯错，最怕的也不是路线的犯错，最怕的是我们晃神哦。你可能在想事情啊，忽然间又忘了刹车点，然后忽然间对面又一台车来哦，3个错误呢，造成我们无法弥补的过失哈。我就不用桌子啦，我就不用椅子啦，对不对？而且我不用桌子，不用椅子，我最大的东西我都不用带出来了，我就可以换这个我喜欢玩的玩具出来。这个就是一个 change 哈，一个怎么讲，就是断舍离。你断了这个，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你离开了第一任，你才有第二任；你离开了第二任，你才有第3任，对不对？你怎么样累积到第10任，就是看你怎么断舍离吧，对不对？不然你永远在那边跟初恋在那边纠缠不清，纠缠不清，纠缠不清，你的人生就是只能看到他而已，对不对？后面有更多洪水猛兽，好不好？后面有在后面豺狼野豹，他等你，对。而且这个前面这个踏板弓线没有，因为今天它是做到245哦。接近250的规格没有，所以它前面的踏板空间呢是比较宽的哈。有在露营的朋友都知道哈，宽度哈比这个前后的距离哦还重要。大家好哈，欢迎回到这个频道哈。今天呢，我们骑这一台光阳的 S-Town 250哈，来这边露营哈，机车露营哈。刚刚呢，我们骑上来的路上呢，有很多斜坡哈，然后转角也很大哈。但是呢，250的车哈跟125骑起来呢，在爬坡的马力上呢，就有相当的差异哦。你在半路停驶是要再加速的话，不会有犹豫哦，所以遇到闪车的话，就不会有捉襟见肘的问题哦。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进行断舍离式的露营方式哈。我们只有带冰箱哈、睡袋，还有帐篷哦，还有一个卡式炉哦，其他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呢，就放在置物箱里面就好了哦。这种装备呢，来做机车露营的话呢，是最精简的哈。当然，这个还可以再放个桌子呢，跟一个折叠椅呢。但是呢，因为我们机车露营的话，能够需要带出来的就带出来哈，不需要带出来的呢，我们可以放在家里哦，不是买所有的东西就每次都带出来哦。这样的话，机车露营就跟汽车露营就差不多了。所以说呢，机车露营的话，以断舍离的方式来进行露营的话，是不是能够达到相同的乐趣哈？我们先把帐篷搭起来再讲哈。刚刚哦，煮半天哦，木龟包哈，总算煮好了哈。一份丰盛的晚餐哦，一定要经过时间的淬炼哈，还有压力的累积哈，最后还有不怕热哈，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哈，才能把它完成哈。才能煮晚餐哈的时候，进了厨房哈，就不要怕油烟哈，就像我们机车露营一样哈。既然你选择了机车露营这条路，有没有？你就是不要怕累哈，好看好天气哈，不要说哈，你明知道下雨了哈，还硬着头皮要出门哈。机车露营哈，跟汽车露营不一样哈。汽车露营的话，有没有？你有天有地哈，有盖子盖着你哈。你到了营地之后，有没有？还可以找那个有雨遮的地方哈。外面狂风暴雨哦，你里面还是可以吃温暖的小火锅哦。可是机车露营就不一样了哈，你出去就是顶天立地了哈，头顶就是天哈，下面踩的就是水泥地哈，或是泥巴地哈，所以真的是下雨天的话，没有取消就取消了哈，扣钱就给他扣钱哦，没办法就不要出门哦，因为哦出去一定是狼狈出去哦，你什么东西都是抛在水里哦，生不如死哈，所以说呢，机车露营呢，第一是天气哈，第二还是天气哈，第三还是天气哈，就像买房子一样哈。第一是 location， 第二是 location， 第三还是 location 哈。机车露营哈，天气好再出门哈，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做自己无法完成的事哦，不要跟老天爷抵抗哈，跟老天爷抵抗的话，你就是哈把不到女朋友了哈。今天呢，我们骑了这一台哈光阳的 S-Town 哈，这台250cc 的哈白牌哈 ，cc 数是245哈。刚刚呢在上来骑的路上有没有深深发觉哈？骑125跟骑150哈，如果是如履平地哈，去那种低海拔的露营区有没有？那个就没关系啊，反正你都是平地有没有？你车重50公斤啊，你的车重150公斤啊，你个人体重80公斤哦，设备加一加，一台车差不多300公斤哦，你平地在骑哦，没有什么感觉啊。但是像今天这个营地有没有？这个我比较常来这个营地有没有？这个海拔有700公尺啊，而且700公尺它是极深的哈，不是说什么那么抠，那绕来绕去绕半天哈，绕上来哈，才到700多公尺哈，它大概哈30分钟之内就爬上来了，所以它那个坡道呢，大概都平均都30度以上哈，30度以上的坡道呢，
你车子150公斤，个人80公斤，装备30公斤哦，夯不啷当加一加，快300公斤了哦。你慢慢爬，后面没车，前面没车都还好。万一遇到会车，你又刹车，又在转弯的地方，因为大部分都是转弯那个地方有没有？大家会会车嘛？啊，就是你刹在那边，车子已经出啊，然后就停，然后再停车再起步哈、哦，重量就会知道说有重量跟没重量，有马力跟没马力，有扭力跟没扭力的差别在哪里啊？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哈、哦，100排以内。如果你要露营的话，没有就尽量选马力大的哈，不要想说125就可以哈，至少呢也要150哈，或是说200左右了哈。像之前那个地瓜200哈，或是光阳以前的 RV180哈，那个都是超过150以上，车重多了30、40没关系哦，你马力够、扭力够没有，那个都可以 cover 过去哦。所以说呢，今天骑这个245就是算250左右。在爬坡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犹豫了哈，你就不会犹豫说，我这样子要不要先刹，还是先吹啊？到什么地方是什么刹车点呢？这个都不重要，因为你的扭力跟马力够着有没有，就可以 cover 你在路线选择上面的失误哦，也可以 cover 你在担忧的。我们有时候在骑车有没有？最怕的不是别人的犯错，最怕的也不是路线的犯错，最怕的是我们晃神哦。你可能在想事情啊，忽然间又忘了刹车点，然后忽然间对面又一台车来，3个错误呢，造成我们无法弥补的过失哈。所以说呢，我们在骑山路啊，不管你今天是露营还是去郊游，或是陪女朋友去上面泡咖啡哈，就是骑山路就是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哈。啊，刚刚我们煮了这么多了，有没有？先吃一些哈，不然会饿死哈。每次都煮一堆了啊，煮完之后都没有再吃啊，放到都冷掉了哈。啊，加隔雷菜哈，刚刚有煮这个高丽菜啊，还有这个牛肉啊哈，都放在一起哦。煮菜之后没有那么多盘子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机车露营的话，机车在100排的话有什么选择哦？这个选择呢有很多样性哦，其实说多不多啊？多少呢？其实大概只有3台可以选择而已啊。因为先放下来哈，你比较凉了哈。你看啊，这油啊，这油他们在煮这油，这个还是红茶哈，差点拿错。这个油喝下去之后，没有，大概不用拍了哈，就去洗胃了哈。金不起啊！哦。没拜啊！出来露营有没有？就是呢，把心胸放大哈，不用去想那么多。出来就是要 happy 哦，就开心哦，就放宽心胸哦，不要去想家里的事，不要去想学校被当掉的事，不要想女朋友跑掉的事，也不要想说前女友又打电话来找你，都要去泡茶哦。不是泡面哦，是找你去泡茶的事哦。出来呢就放空自己，然后专心做一件事情。像刚刚我就专心煮饭，我就没有再想其他事哦，因为也很忙哦，就专心煮饭哦，煮一煮。好，我们讲露营机车哈，国内呢国产车的话有没有露营机车有没有？大概呢就是100排的话，理论上呢，如果你有踏板的话有没有？你的承载方面呢会比较游刃有余哈。如果你是龙骨车呢？当然，龙骨车也不是说龙骨车就不能露营啊，有很多人龙骨车也是可以露营的。可是因为前面的空间少掉之后，没有，你就要把前面的空间移到后面来。所以说很多龙骨车呢，几乎后面都会装货架哈，然后货架还比较延伸哦，然后再装个铝箱，铝箱上面还要再装个背包哈，那个防水包哈，大概50公升到80公升左右，然后再在那个铝箱大概40公升哦，100多公升哦。才能够弥补这个脚踏板的空间像刚刚我来的有没有？我来的话有没有？我就要装一个冰箱啊，这样，这冰箱啊装一个冰箱呢，我的食材呢就全部都放在里面了所以说呢，我能够就是要冰的啦，或者说有时候甚至我连锅子都放在里面了，因为我觉得那个锅子就会 cover 掉我的置物箱空间，所以说我把食材都放在这边，然后像我这个铁板烧的这个铁盘呢，我也再放在上面，然后露营的帐篷啦。
跟那个杆子有没有？那个叫什么杆？哦，天幕杆哈，天幕杆啊，或是录音杆都可以啦。我就都放在上面，然后在这个炉子有没有？这个卡式炉呢，就刚好再叠在上面。这样子呢，我的大件的呢就处理好在前面。啊，置物箱呢就放这些哩哩扣扣的阿萨布的东西。但是今天有没有发现一点？我没有带桌子来，我也没有带椅子来，对不对？我都没有，我这个像这个，我只有带这个帆布垫来而已。其他这个椅子啊，什么一桃啊啦那个啦，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椅子呢，都是营地这边的哈。所以说今天比赛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机车露营跟汽车露营载的东西，为什么你机车这么小，你还是可以这样子煮出一桌好料哈？哎，煮出一大桌好料的哦。可是汽车露营为什么他们载了那么多东西？好，几乎像是在搬家一样哈。桌子、椅子哈，充气沙发哈，那个吊灯啊、地毯啊，甚至差不多连那个欧神那个摩椅差不多都快搬出来了哈。搞半天这边你要都炸出来，灯啊、椅啊、电火、电视、LED、任天堂大行都炸出来啊。结果呢，煮回锅架，炸一堆来呀最后呢，煮回锅啊。早餐呢？早餐做啥？早餐做切炒啊，吃泡面。他搞那么多东西有没有？什么都带出来，甚至什么柴炉啦，什么煤油灯啊、煤油炉啦，大行都炸出来只要处理也在卖，就是说他只要花钱买的，他就堆在车上啊。他堆在车上，他就是全部都卸货露营美术刚才咧上回咧福平大不，就是刚才大龙货运还是家里还是新竹客运咧上回赶快可是我们机车露营，我们可能像他载那么多吗？不可能嘛。但是像我来这边，我一样是机车露营，我煮的东西可能就煮了他们4、5倍多的东西，而且我也煮得很快，一下就煮好了这个是差在哪里呢？断舍离就像刚刚一开始讲的断舍离，我把不需要的东西不要带出来，或者知道说那个东西我带出来就是很重、很压给，或者说今天那个东西我带出来，我使用的时间不多，大部分都是带出来给人家看的然后武力展示的带出来很快你实际上能够用到的机会不多，那个东西就不要带出来。既然那个东西不要带出来之后，有没有？我可以省下很多空间，像那个人家可能带一个平底锅我连那个铁板烧锅我都给它带出来。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好玩我在那边露营我用这个东西用这个在煮为什么要煮这个呢？这个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因为你用这个铁板烧，铁板烧的个锅子煮有没有？你煮啊，油会喷，你知道不？喷到贵的呀，对不对？你的老婆，你的女朋友说，你这个男人，你不要再给我家，你不要在家煮这个你不要喷的满地都是你不要给我在家乱喷对不对？你要喷出去外面喷讲到这个就尾巴都会对不对？你身为一个男人，对不对？就是要喷对不对？说在家不能喷，叫你出去外面喷，你自己讲的，叫我出去喷我就出去喷，对不对？你说不要叫我在家喷，我就出去外面喷男人一生就是为了要喷而已，对不对？那煮这个油一直加米酒一直加，一直喷煮个娃娃戏来喷个鬼的东西，对不对？所以 happy 俺们还的油烟在家煮有没有？喷的满地都是，对不对？就是说出来露营就是要野一点要放一点要放开一点，对不对？喷就让它喷嘛，对不对？喷的满地都是，对不对？这辈子就是为了喷而已嘛，不然要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机车露营就是说，把你的重点 focus 在的，比如说我今天来就是要喷不是，我今天来就是要煮这个安尼擦呢，安尼浪这样子，我今天就很开心了，对不对？好不好吃那是一回事嘛，就玩到了，对不对？男人出来就是为了玩，为了喷这样子而已嘛，不然要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把我要的东西先说好，知道没有？我的重点东西这个炉子这个锅子这个平台，我把它带出来之后，我的车可能就载不了那么多了嘛。所以说呢，我就慎选我的营地我到这个营地呢，营主他有这个塑胶椅，让大家在交易区那边可以使用今天没有什么人，我就把交易厅那边的椅子拿过来帆布用他这个矮的椅子让人家那个交易厅那边的会开我再拿来坐，那就好了，对不对？我就不用桌子啦，我就不用椅子啦，
对不对？而且我不用桌子，不用椅子，我最大的东西我都不用带出来了，我就可以换这个我喜欢玩的玩具出来。这个就是一个 change 哈，一个怎么讲，就是断舍离。你断了这个，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你离开了第一任，你才有第二任；你离开了第二任，你才有第三任，对不对？你怎么样累积到第10任，就是看你怎么断舍离吧，对不对？不然你永远在那边跟初恋在那边纠缠不清，你的人生就是只能看到他而已，对不对？说明后面有更多洪水猛兽，不，说明有在后面豺狼野豹在等你，对，你没吃过肉粽，你也炸肉粽好吃，你永远怎么吃碗粿啊？对啊，碗粿的嫩啊，你也炸肉粽了，都熬蛋黄，对不对？熬虾仁，对不对？熬一个瘦肉。对不对？还有香菇哦，那家好料啊！你给他讲霸王，他霸王的，再给他低吧那样的，对不对？你就是 always 就是 focus 在那个地方，你放开心胸，断舍离之后，你就能够得到更多你要的东西吧。好，那大家扯太远了，所以说目前国内呢，白牌机车适合露营的早期呢，人家说露营神车呢是雅马哈的 VWS VWS 呢，就是因为它的怎么讲？它前面的这个空间有没有比较窄一点然后呢，因为它也是125cc 的后来呢，就出了第2转形态的露营神车呢，就是三洋的 Formica Formica 它就比较特别，它是把以前的商用，就是菜市场的商用车呢，它把它原来的那个金发彩，它还是继续保留另外再改的比较改的比较漂亮一点叫做 Formica 拿来行销。拿来行销就是说的动静皆宜你要载货载猪肉也可以你要拿来装露营因为就是它前面这个踏板空间的特别大可以放牛奶箱甚至放那个秘鲁型那个有没有那个甘纳秘鲁还有甘纳台啤的那个都可以放。所以说它这个前面呢，就刚好把人家以前后面要放的那个50公升呢，或是80公升那个旅游包那个防水包呢，就可以拿来前面或者说这个冰箱有没有像那种。的冰箱有没有？你也可以放在前面，这样子的它的承载空间呢？承载空间，有时候我们出去露营有没有？其实我觉得露营有没有？你不要去 care 这个置物箱的空间大小，因为置物箱这个空间感这个叫鸡肋，这摩罗烟的，你知道吗？因为你这个空间里面造型奇奇怪怪的，然后呢有大一开始小又变大大又变小有时候高度呢又前面又窄，又后来就安全帽空间又变高后面又变窄又变高，奇形怪状比你的胃还奇怪对不对？所以说呢，它里面的空间你要放呢，其实很难放。所以说里面这个空间正常的话，就是拿来放睡袋啦，它放一些细细软软的东西，有没有？在一些空间也变形嘛。所以你来看就变形的软的东西放进里面。可是外面这个空间就很大对不对？像汽车为什么前面人家上面要放那个行李架？因为往上空间发展无限，而且不会有干涉要怎么放都可以就像前面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如果大有没有？你要怎么放有没有？都很好放，都可以随便放像光阳这个 X-Town 有没有 ？X-Town 这台车它就是少数呢白牌250有没有？有脚踏空间的有脚踏板呢，像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很好利用。我有了这个空间，我就不用这边做货架，因为你放了货架之后有没有？你把所有的重量放在这边有没有？高重心，然后又后摆，其实对你在骑平路的话是还好，你在骑山路有没有？就好像吹尾胸，好像要骑马刹车的时候好像又有人推你你就不要晚上骑晚上骑有没有？有的人在卡那有一个人推你越骑越毛其实就是因为那个重心变了之后，没有那个配重上面害来去，造成你那个骑乘在骑山路这样歪来歪去有没有？不是歪来歪去，在骑乘上面转来转去的时候，会造成就那个重心移转的会变得没有人性化可是当你把这个空间留在这边有没有？你的重的东西都堆叠在这边，甚至你后面呢不用放了，甚至你如果就是绑个睡袋或是再绑一个你的背包，我放像我背包像背着有没有？像这个重心呢就比较低，所以你在骑山路的速度上就比较快。其实呢，很多人说我去露营有没有？我希望能够骑黄牌可以骑得比较远，可以骑得比较轻松走快速道路时间比较快。可是真正你有在露营的人就知道。你露营就是像在山上嘛，对不对？你山上那上面快速道路没有嘛？你顶多就是一小段，所以说，而且台湾的山有没有？而且台湾的山有没有？中央山脉是在这边嘛，对不对？你住的地方都在西部啦，或是说你的住在东部原住民的啦你如果是西部的人的啦你就是住在这边
啊，你住在这边有没有？你要去山上城堡，就是横向的啊，横向的有没有？哪有几条道路？顶多啦，快速道路走不到10分钟有没有？就没有快速道路，接下来就是骑山路的了。所以说快速道路，你不可能说你住台北啊，你靠到高雄啊，骑台61线，然后再走过去那边露营。露营的话，没有只要有山就好了，不要高雄的山不会比较漂亮啦，对不对？北部的山反而还比较凉爽，高雄的山可能你骑到那边40度有没有？啊，北陆地的规成孤光的路，啊北陆地的开个规成孤光，所以说理论上都是在你家附近的山。或者说顶多就是隔壁县市的山哦，骑下来一点点，啊，就接下来就是往山上走啊，往山上走之后有没有？你是黄牌，你是红牌，差异性就不大了。这个时候比的就是承载量哦，跟骑乘的舒适性。所以说呢，你今天如果是 always 说我就是骑速克达，我不要打档哦。那你如果说你坚持要骑挡车啊，挡车露营的话，有没有？挡车的架构跟这个塑胶车就不一样了，它的露营的那个承载的方式就把那个势必就一定要绑在后面啊，绑在后面它就可以，因为它后面比较窄嘛，所以它可以用侧箱哦，用3厢式的哦，那就是另外一种玩法啊。如果你今天是 focus 在说，我今天就是要买一台白牌的速克达，然后马力大一点，然后我平常的时候露营的话，没有我的承载就比较游刃有余，然后呢，置物箱的空间也不会太小啊，不会太小的话，就好处是什么呢？我平常上下班，或者我平常载小孩，或者我平常在都会区使用的时候，这个置物箱空间可以发挥它的便利性哈。下雨天哦，汤汤水水哈，牛肉面、碗粿、肉粽、蚵仔煎哈，蚵仔煎哈都可以放在里面哈。啊，前面的这个空间呢，在你在露营的时候有没有就可以非常的好用哈。而且这个前面这个踏板空间没有，因为今天它是做到245哦，接近250的规格没有。所以它前面的踏板空间呢是比较宽的哈，有在露营的朋友都知道哈，宽度哈比这个前后的距离哈还重要。所以为什么说 Formica 或是说那个像光阳后来出的 DAR125 哈 DAR150 有没有？为什么说这种车会受到大家欢迎？因为它宽度够宽啊，长度也够长，所以它能够放的东西是四四方方的东西啊。像雅马哈的 VWS 有没有？它就比较可惜，它只是宽度也比较没有那么宽啊，长度也很蛮窄的，因为它就是被置物箱空间有压缩了嘛，所以说它前面东西能够放的就有限，甚至连这个冰箱它都放不进去，所以它的使用上就比较没有那么便利。所以说，今天你如果说要买踏板车，好来露营的话，有没有？然后接着在骑山路上面有没有？又希望说在山路上面哈，能够马力哈不用担忧哈，见坡就超哈，见车就追哈，你能够在山路上有你的掌控性了，不是山路的坡度控制你的速度哦，是你控制车子的速度去征服山的坡度，有没有？这样的话，你买台250左右，像地瓜啦，还是像今天这个光阳的 S-Town 245、250哈，这种车子，它虽然是大洋的规格哈，但是它大洋的规格好就是说我把东西放大了之后，有没有？我的马力也放大了，我就不用骑150这边爬坡这边爬个港口水管哈啊，我马力够啊，空间上呢，这个踏板的空间呢又跟那个 Formica 或是 DAR 差不多大，这样子我在承载也有，然后我的空间有，最重要的它的售价呢也在能够也是控制在15万左右哈，这样子这个价格的话，有没有变成说你再多一点点，比如说你买正常的白牌旗舰10万、11万，那你再多了4万块，如果你的停车空间允许的话，买这种白牌250的车有没有？让你除了说好骑、动力够，在你现在从事户外活动的话，就会发现就会觉得说更有乐趣，然后也不会有骑乘上的压力。理论上呢，光阳呢这几年的操作有没有？有时候让我们雾里看花有没有？好像感觉他不晓得是在搞什么，有没有？我们觉得他该出的车呢，他没有出；我们觉得他应该要改款的车呢，他不改款。哦，他可是换贴纸啊，然后换壳、换颜色。他的做法让我们觉得说，他到底他的重心是在经营是哪里？其实我在看这间车厂有没有，我会把它分2个地方看。小型速克达这个部分呢，他家老大呢又要电车，又要塑胶车，2个在那边拉扯。可是你的资金，公司1年的资金企划就是那么多，你能够投入的就是那么多，所以这部分呢，他们到底是要电车强一点，还是要油车强一点呢？其实要看他们的企划。
可是我在看的话，我会把它分成2个部分：塑胶车做小型塑胶车速克达这一部分，另外呢，在重车的部分呢，在大洋的部分呢，就是它另外一个琢磨的人。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呢是有蛮多的资源呢，可以让我们去慢慢挖掘。像2020年之前有没有光阳是有赚钱的？它有赚钱的话有没有？它市占率第一的话，能够呢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的摇摆嘛。他有钱之后，他就会去在大洋这个部分去投资、去开发、去成立新的计划。在2020年之前的话，他几乎大概1年都会推2台新的大洋哈，一台呢就有小改款啊，另一台呢可能就是为新的形式的机种来投入，所以它这样子1年2台有没有小改大改小改大改，它累积了22年，可能没有22年都在改款了，所以说它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这黄金的10年呢，它在大洋速克达不管是黄牌还是红牌这段区块呢，它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它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去经营这一块，所以你有机会去官网看的话，有没有？你会发现它大洋的阵容有没有？其实是非常的庞大的。当然有一些它把它下架了，是因为那个东西可能就是卖的不好，或者觉得说它已经有新型的了，它就把它拉下来。但是像这个地方，它的素材就非常多，各种系数都有哈。250哎，对不对？300哎，330呢，对不对？你看它都有400哎，对不对？它现在还有550的，所以它这个部分的产品是非常多哦。另外一个对手呢，像现在2020年之后到2024年哈，今年2025年哈，换三洋赚钱的。三洋赚钱之后呢，它也是一样啊，它在白牌速克达小型车，它赚了钱之后，它就开始去开发它的大洋的部分哦。ATXDG 啊 ，TTLBT 啊，对不对？这个都是因为他赚钱之后，他才去投入这个开发的。当然，他开发这个东西呢，就不会只有像国内面向，他也会考虑到国外的面向啊。所以说呢，他会去投入这些东西，去开发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赚到钱嘛。这个人都是一样的哦，车厂也是一样。你有赚钱，你可以高拐嘛，可以并当并塞嘛，对不对？车厂他有赚钱的，他就会讲，他小型车他有赚钱的，他就把资金去投资大型车。你如果小型车都赚不到钱，那他大型车就不会再去有变化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呢，我看光阳车厂有没有？我是觉得说，我把它分成2个部分哦。小型车是小型它的经营理念的大型车呢，大型车大洋呢，它也有它的经营理念的今天呢，我们要买一台可以露营的白牌车，我们就只有3个选择Formica， 然后 Dallas 另外这一台S-Town 250这个都是有脚踏板的因为我觉得呢，有脚踏板呢，你把东西堆叠在这边一定比你堆叠在这边骑起来更好骑啊！这不是高高在上这是摇摆不定这好的你卡打实地所以说呢，今天就是迪赛哥呢骑这台车出来露营的心得希望呢对大家以后想要露营要选择露营摩托车呢，记录呢上面呢会有更多的帮助谢谢。